观众朋友们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放松一下，给大家带来两款老鼠勇士的重涂品，都是由 TIA 推出的，斑仓鼠和白金鼠。这两款玩具本身把玩分享，我在原色版本视频中已经讲过了。本期主要讲一下这两款配色的来源。首先，第三方产品无论做的再精美，它从名字上也不能替代当年的限定。但是由于 TIA 做出这种配色，我们也有机会一起重温一下当年 BW 玩具背后的一些故事。本期视频重点也将放在这两款产品的起源，大家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先来看到斑仓鼠，人如其名，这个兄弟人生格言是不要光是偷，还要让人家知道是你干的。在1997年 BotCon 中，斑仓鼠玩具第一次出现，与分形翼也就是绿蛇鸟一起发售，蓝白配色，世界出老鼠的重涂版。在 3H 漫画和 IDW 漫画中，设定是赛博坦上的小偷，被迪无双捕捉后放到艾萨龙号，所以他也有了老鼠野兽形态。后面经过一系列曲折的故事，加入了回收救援队，在里面的形象就是金属变体老鼠异色的样子。我会把资料出处放在评论区，大家可以自行探索。这款对应的原版玩具在1999年发售，在 Hobby Japan 这本书也能看到，写的海外限定其实就是沃尔玛限定版。这个颜色说实话就是把红电镀件换成蓝色了。老玩具浅色部分用塑料色呈现， TA 这次用到了棕色漆面，带点金属光泽，对比漫画里面的截图，配色也是显得更深一点。配件方面基本与原色版一致，轮子内部收纳握柄、长枪、小枪、特效键，肩膀标志性假兽头，人形嘴巴可以张开，还能弯腰。不要忘了小臂内部隐藏的炸弹武器。下面直接开始变形。斑仓鼠的野兽形态，黑色部分都是塑料色，其他都是漆面呈现，电镀深蓝配合棕色，部分位置还有绿色分色点缀，这点也是还原出老玩具。目前 TA 的重涂线也是刚刚开始，回收救援队里面可以出的 BW 角色 TA 已经出了至尊金刚，也就是红色四变和阿尔西蜘蛛勇士重涂，这个真的是基于那个阿尔西在其他平行世界的形象。后面还可以出圣元、白虎，还有非回收救援队但是很帅的机器狗，也是可以扩展的角色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回到老鼠勇士。这款玩具的原版也是诞生在1999年，如果斑仓鼠是美版限定，那么白金鼠就是日版限定了。从这本玩具书里面也能查到它。99年的时候呢，超能勇士金属变体动画片在日本做成了剧场版，这款玩具就是为了纪念剧场版第二部上映所制作，由 Central Hobby 发售，而 Central Hobby 这个公司全称日本 Central Hobby 株式会社。这个公司主要是做拼图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拼图纪念品，在当年的日本玩具反斗城中的拼图区才能找到它，玩具区反而没有。当时只限量发售了500个，而且剧场版出来之后并没有这个配色的老鼠登场。说实话呀，这个老鼠从野兽形态看，配色方案我感觉完全是按照金属变体黄豹来做的，非常奇怪，但是又顺眼。总之就是通过各种 buff 叠加，让这个东西原版显得非常珍贵。而且从我翻到的评价来看，这个错版配色收获的基本都是好评。首先好看，玫瑰金加浅金属蓝，还有纯米白塑料色，整个野兽形态有种复古结合科幻的美感。TA 基本也将配色还原出来，电镀金色调得很棒，闪闪发光。以前也提到过，比起老物，野兽形态是完全大加强。嘴巴张开后可以看到舌头，耳朵也能动，头能活动，四肢关节更长更多，方便摆造型。简单变形后也有高速模式，滚动流畅，可以说是还原的同时也有进化。那我们比较一下人形态，开始变形。形态大家跟原版对比就能发现差异巨大，整个配色方案基本上是重新设计过。原版头胸四肢配色更加浅，只比身后白色略深，而 TA 版机器人形态大部分采用了金属蓝漆面覆盖处理，乍看之下完全不是同一个角色了。不过考虑到野兽形态下用的蓝跟机器人形态下是同样的，应该就是金属漆面选择的问题。从观感上看也挺不错，很有金属感，但是要论还原度的话就不太理想了。成色部分官方原版都是塑料色， TA 这边裤衩采用涂装处理，发色略深。这款白金属与原版色彩观感的差别就很像原色版与官方版的区别，最大原因我认为还是 TA 想体现出金属质感来，这个是否好看全看各位观众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总结下来呢，这两款产品手感保留了原版体验，涂装分色上确实没有偷懒，大块电镀配合小细节分色，最终呈现的效果观感来说也挺不错。不过两款在调色上并没有完全做到还原老物配色，
对于想有个老板代餐的朋友来说，并不能起到代替的效果。我们翻开玩具书，在侧面也能看到老鼠还有哪些重图，这里面还有日版美版占了好几个，目前就差红黑色了。这个是 Fox Kids 限定版，也是主购版老鼠最爱的配色，要是有机会出也挺不错。总之这2款老鼠的重图野兽形态已经接近满分了，人形色号还原度还有进步空间，推荐喜欢 BW 系列的朋友入手，但是特别纠结还原度的，那还是先忍忍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